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科技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分享一台 MacBook Air 的维修案例。这台机子呢是一台净水机哈。那么客人寄过来的时候呢，顺便给我寄了一封很长的信啊。他说呢，这个机子是他在升学的时候，他姐姐给他送的礼物，然后对他来说非常重要。当他不小心把水倒到这个机器里的时候，其实是非常的难过的。那么他先拿到售后去问过这个维修的价格，可能是比较高，所以选择寄到我们第三方来维修。由于这个信里面的内容呢太过感人啊，那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机子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主板的情况。这个 CPU 这边呢是没有什么水渍啊，硬盘这边也 OK， 也没问题。然后充电口这边也 OK 啊。这边 3.3 这边有一点点腐蚀啊。这边这边已经腐蚀得很烂了啊，放大给大家看一下。很明显都烂掉了啊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边，这边没有啊，显示屏这边也没有，翻过来，没有还好，这边一点点吧，不算严重。然后这边，这里有一点点啊，在这边，哇，这边挺多的啊，这边挺多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先把它们腐蚀的地方先清理干净。先用刷子啊，沾点洗发水，把它刷掉。好，这里很干净了，这边，这里一点点。好，其他地方好像没了，这边，这里一点点。这里一个电阻烧黑了啊，等下看什么情况。翻过来，把刚才这边腐蚀的地方把它清理一下。好，这个芯片里面呢有一点烂啊，先不管它，我们先清掉，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开机。刚才呢我们把它腐蚀的地方全部都清理过了，那么现在呢我们夹上电。看能不能触发开机。好，我们看下电流表啊。没有啊，不触发，再来一次。也没有，也没有。那我们来测一下电压。我们看一下刚才腐蚀的地方，几个地方，3伏的电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这边是有一个 3.4 的电压。有啊，有 3.4 有。然后这边，这边是一条线的，因为这里烂，我们测一下。这里只有3伏啊，我们来看这边，这里是 3.4， 然后这边只有3伏，它们是一条线的，怎么可能只有3伏呢？难道是这里断线了？也没有看到有断线的痕迹，挺粗的这个线。再看一遍3.4， 3伏确实不对啊。我们看这里面有没有断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打到蜂鸣档，然后测一下这2个电压不对的位置，因为它们明明是在同一条线上，但是电压却是不一样的啊。好，我们来实际测量一下。我们测一下这里看通不通？不通啊，不通，没有反应。2只表皮碰在一起会响的呢，看到吗？会通的。看这边不通，看这边，这里跟这里是通的，这边确实是不通，确实是不通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里可能是这个地方内部有点断线了。那我们接下来要把线给它接上。好，我们拿一个这个粗的铜丝，然后呢给它接上啊。先把这里刮开一点吧，可以刮多一点啊，可以刮到这边来，因为怕这个地方烂的比较多，怕这里会断，我们就直接从这个地方这个线这里接过去啊，这样会粗一些，粗一些。OK， 然后呢放一点汗油，老铁3.7啊，
上这边，那边有锡就不用上。好 ，OK。然后呢，拿这个铜丝，把这铜丝可以给它搞白一点啊。好 ，OK。然后换一边，这里把它搞白一点，好上一点啊。OK。好，切断，刷干净，然后我们再试一下电压。这样呢就100%通了啊。那我也测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这边直接从这个底角吧，这里到这里，啊，相通了啊，相通 OK。然后我们再触发试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呢再上电试一下，看能不能触发。我们看电源表啊，先加电。哎，触发了啊 ，OK 了。风扇这个时候已经转起来了，风扇啊，我们看能不能亮。能不能开机？哎，声音来了啊！这个声音听到就对了。哇，好像有点问题啊。它虽然说开机了，但是有显示，然后没有灯啊。好，我们看到啊，这里面呢是可以输入的啊，随便输入，可以看到这个画面。当我把这个灯关掉啊，这样就没有了，就看不见了。灯开起来。这样你可以看得见这么一个故障。我们刚才在清理的时候呢，其实有发现一点，它这个背光灯这个电路这个周围是有一点点腐蚀啊，但不严重。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有那个电阻那一块位置。那我们先拆下来，然后呢看一下它这个主板的情况先。也就是这个位置啊，这个是它的灯控。刚我说这个电阻可能有点腐蚀了啊，我们先看一下情况，看一下下面有没有烂的地方，还好啊，还好。那我们这样先把它灯控拆掉，因为它下面不知道有没有腐烂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啊，然后如果没有腐烂的地方呢，我们给它清理重装一下，顺便把这个电阻给它换掉。好，开始吹啊！像这种进水的机子呢，一般烧灯的概率会比较大啊，因为灯的电压还是蛮大的。好，啊，还可以啊，没有太明显的腐蚀，看看有没有脏啊，还不错，还不错啊。那我们把它重新清理一下，重装一下，顺便把这个电阻给它换一下，我们再试试看能不能亮。好，烙铁上面吸，这边，好 ，OK。刷一下啊，好，都没问题。我们顺便把这个电阻先拿下来啊，因为这会要换它。其实这个电阻可以短接啊，但是我们还是更换吧。然后呢，我这边先拆个键啊。好，先把这个电阻呢装上去。OK， 放点焊油加下固啊。好 ，OK 了。我们把它灯控呢重新直吸，然后再给它装回去啊。也还是有一点点脏的啊，这里还是有一点点脏。
稀脱一下。好，准备2只细网。把这个汗油呢清理一下干净啊。好 ，OK。然后找一个网，看哪个网对啊？这个可以。好，上点稀。吹一下啊 ，OK。归一下味啊。好，上桌吧。先放一点汗油。相信大家应该都能背下我的步骤了吧？每天修这些机子发上来，大家天天看的话，应该都会背下这个步骤。第一点在这个位置啊，先对准啊，然后呢上风枪。好，归下位。好 ，OK 了啊。这里多余的汗油给它清一下，然后我们装机再测试。好，试一下。好 ，OK， 我们再上点试一下啊。好，出发了啊，看能不能亮。OK， 来了啊，久违的苹果。亮起来了啊！其实修好这个机子呢，我是很开心的，因为刚才还看了这个朋友发过来的这个纸条啊，这个信，感觉他对这个机子呢就是寄托非常的大啊，觉得很重要对他来说，所以我能把它修好呢，我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啊，内心非常的开心。其实他在寄我这里之前呢，也是拿到售后去问过这个价格啊。也有很多朋友呢，在维修的过程中都会选择去这个官方的售后啊。其实售后他们并不修啊，他只是换，比如说桌板坏了就换桌板，屏幕坏了换屏幕，然后机子坏了换机子，是这样一个情况。而且像有些客人，比如说里面有些重要的资料，那你去换桌板或者是去换机子的话，那肯定也是没有了的啊。电脑可能还会有，那手机肯定是没有了的。我并没有说售后不好的意思啊，只是我们跟售后之间。对于维修来说，处理的方式不同而已啊。像这样的机子，如果因为进水嘛，售后不保的话，它要换桌板肯定是非常的贵的。那相对来说，第三方维修的话是肯定比售后便宜多得多啊。那么我也想通过我的视频来告诉大家，其实维修跟换它真的是2个概念。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。